这里是世界上最后一座大漠归城，也是国内可能即将就要消失的一座明代军事古堡，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，看一眼就少一眼。很多人把它叫做第二个楼兰古国。从空中俯瞰，它就像是一只巨大的金龟趴在茫茫的戈壁滩上，所以也被称为永泰归城。神奇的是，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被攻破过一次。号称是中国古代军事教科书级别的设计，在弱肉强食的古代，为何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破城？更让人称奇的是，直到现在，竟然还有人居住在这里面。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几百年了，一直都不愿意离开。今天阿波就带你走进永泰古城，去看一看它的防御究竟有多牛。走吧。从瓮城进来之后呢，这里才是整个永泰古城真正的大门，也是整个军事防御系统当中最重要的一道关卡。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券门是不是特别的深，大概有15米左右的深度。而在我的左右两边这里呢，各有一个门墩。你看这个门墩都很大，所以在古代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它的这个城门肯定是又高又厚又大。但是在门墩的后面这个位置呢，有一个洞。有人知道这个洞究竟是干什么的吗？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。现在带你们走进城里面去看一看。有人说那瓮城这么难攻，我从外墙攻城岂不是更简单？有没有看到那里凸出来的地方？那个呢叫做马面墙，是很多古城都没有的。而永泰古城大概一共有12个马面墙，当敌人从这里攻城的时候，士兵只要站在马面墙上守卫，就可以攻击士兵的侧面或者是后面。所以在一般明代的时候马面墙上还会放有很多的火炮，能够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优势。进来之后呢，这里有一幅永泰古城的原貌的一个鸟瞰图。一般我们的古城呢都会有4个城门。而永泰古城呢，只有1个城门是可以进出的。从空中俯瞰，它就像一只大乌龟，这边是龟头，这边呢是乌龟的4肢的位置，最后面呢是乌龟的尾巴的位置。所以说，其他的几个门呢都是不能够进出的，只有这里才是进出口。所以只要你敢进入城内，我们就可以关门打狗，这也是它的防御系统之一。看看这里是不是很像楼兰古国？永泰古城它的另外一个防御系统就是牛在它的道路。整个古城只有一条主干道贯穿南北，其他的呢都是丁字路口。我们一般在建城市的时候为了方便都会建一些十字路口，而永泰古城为何要专门去建造一些丁字路口呢？主要就是丁字路口呢比较容易拦截敌人，比较利于城内的士兵作战，跟敌人殊死一搏。所以丁字路口你会发现它很容易把敌人逼进一个角落，这就是永泰古城为什么很多人不敢攻入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。这里呢，就是永泰古城平时士兵饮用的水源，叫做太极源池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既然这座城池这么难攻，那我围起来不让你出来，你没水喝，肯定就会投降想多了，外面的水源只是在平时的时候给一些牲畜饮用的。真正发生的战事城内其实有很多的备用水井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别人做不到的。所以即使你在井里面投毒都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井水呢是从后面的祁连山上，从山体的底下流出来，直接从地下把它引入到这个城池当中，所以投毒都没有机会。那么如果是你要攻打这座城池，你会用什么样的办法？咱们一起来讨论讨论。在古城的外面有很多这样的土墩，一共有72个。这个呢就是烽火台，一旦发生战事这里就会点起烽火，一路延绵到兰州，给不远处的兰州通风报信。在古城的里面有戏台，有关帝庙，有民房，甚至呢还有学校，但是基本都已经像这样子破烂不堪了。既然防御性这么好的一个古城，怎么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，破烂不堪呢？明万历26年，也就是1598年，当时的将军李问奉旨率军讨伐鞑靼的部落首领，收复了大小松山，
但是这场战争呢，也摧毁了这里原来的要塞。后来在1608年开始重新修建，并且在附近种植了大量的树木来抵挡风沙。直到300多年后的1958年，全国开始大炼钢铁，永泰城里的大树全部被砍伐殆尽，城里明清时期的庙宇高楼也被一拆而空。就这样，一座几百年保留下来的古城，因为生态环境的破坏，导致永泰古城周围近几十年来的生态恶化严重，迫使城中的1000多户居民向外界转移。如今留在这里的就只有几十户人家。当年故垒依然在，不见当年守城人。关注阿波，下期视频带你走进中国石窟鼻祖天梯山石窟。